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将 AE 纳入学习的行列，零基础入门到进阶，让你的视频拥有更多节目效果炸裂的特效吧。本套课程共20大集 ，AE 为主 ，PR 为辅。前14集是 AE 特效零基础入门到进阶，通过10几个好玩有趣又实用的特效案例，实例教学带大家掌握 AE。对于技术难点会有相应的原理分析，并提供案例原文件，让你学完就能举一反三。后6集是 PR 结合 AE 的剪辑进阶综合提升，是默认大家已经熟悉 PR 基础操作前提下的进阶提升。我将采用2020中文版的 AE 和 PR 软件进行教学，也建议大家采用和我一样的软件版本学习。不过即便你是用的其他软件版本，也不会影响学习，只要别是太远古的软件版本就行。好了，还是老规矩，实战案例教学。第一堂课我就会手把手的带你做出一个特效小案例来上手 AE。先来看一下本集的未来科技赛博朋克小案例。这个案例效果还是比较酷炫的，不过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一看到 AE 就畏难，第一节课搞这么难呢，我会不会学不来呀？放心，就算你是零基础的小伙伴，认真听完这节课也能学会。在课程的评论区有作业素材的下载方式，我已经把这些素材都分门别类的整理好了，一会儿大家就用这些素材和我一起把这个案例重新做一遍。建议大家也像我这样，在自己的电脑 E 盘或者 F 盘新建一个作业素材文件夹，专门用来做练习。哦，对了，这里可以顺带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教你用一句话让人隔着屏幕也能血压迅速升高。这句话很简单，那就是哎呦，电脑空间又不足了呀，只有2500G 的空间了，哎，烦死了烦死了，先凑合着用吧。那我们把作业素材都放在这里，方便后续的管理。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打开 AE， 来到第3步新建项目，来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新建项目，我们点击一下，这样就新建了一个 AE 项目。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一点，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 AE 的话，可能会弹出这么一个系统兼容性报告的一个错误弹窗。那么这个时候你很可能需要升级一下你的显卡驱动，我建议大家直接百度一下，然后下载这个360驱动大师，点击这个驱动安装，把你的显卡驱动升级一下。这样的话，一般来说后续就再也不会出现这个弹窗错误了，也有助于我们 AE 剪辑效率的一个提升。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把你的显卡驱动升级之后，可以有效的解决素材变率等各类疑难杂症。如果360驱动大师升级不了你的显卡驱动的话，大家就自行百度去自己的显卡官网手动下载吧。嫌麻烦的话，你也可以不升级，这个影响其实不大。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AE 面板，如果你一开始打开的 AE 界面和我不太一样的话，也不用担心。我们来到上面的窗口工作区，点击这个默认，那么你的 AE 界面就会变成和我一样的布局了。同样的，这个 AE 界面也是和 PR 一样，可以随意的拖来拖去，可以随便的更改，把这个工作区改到一个你比较顺手的一个状态。每一个界面都是可以自定义调整的。我们这样随便拖来拖去，也不用担心它会被玩坏。还是来到窗口工作区，点击这个重置为已保存的布局，点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就又回到最初的起点。第4步导入素材，有2种方式可以导入素材。第一种是直接在这个项目面板双击一下空白处，我们把这个01原片里面的电脑桌面这个视频素材点击导入，把它导进来。第二种方式直接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拖动我们想要的素材，拉到 AE 图标这里，在项目面板的空白处一松手就可以了。那我们这里只需要一个，就删掉其中一个，然后点击这里的素材箱，命名一下，把素材拖进去，点击前面的3角，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素材。一般我们导入素材之后，要立即对项目进行保存，否则后续如果软件崩溃的话，那么崩溃的可能就不只是 AE， 还有你一整个人。相信在学 AE 的各位一定都有过这样深刻的体验。好了，那么大家一起大声告诉我，保存的快捷键是什么？没错，它就是 Alt 加 F4。开个玩笑保存的快捷键是 Ctrl 加 S。我们立马 Ctrl 加 S 一下。大家千万不要按 Alt 加 F4 那么接下来是第5步新建合成。我们点击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合成设置的面板，在这里修改一下你的合成名字，然后改一下下面的这个合成参数。我们一般把宽度设为1920，高度1080，像素长宽比一定要选择这个方形像素，否则你的视频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形。帧数率25，这是最常用的一个设置了或者你也可以点击预设这里选择这个 HDTV 1080-25它就会自动把这下面一个参数给你填好。然后分辨率完整，开始时间码0，
持续时间的话，建议大家设置为10秒，然后我们点击确定，那么这个合成就设置好了。如果你需要做竖版视频的话，那我们再次点击这里，我们把宽度和高度调个一下，宽度1080，高度1920，那么其他的还是一样，这样就是一个竖版的视频了啊。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需求了，我们把这个删掉，我们还是用这个来做练习。接着我们把电脑桌面的这个视频拖到这个合成里面来，我们学习一下怎么初步处理这个素材。每一个素材开头肯定是有一段这个废片的，我们听一下。那它前面会有一个准备工作在发愣啊，那我们要把前4秒给它去掉。那怎么砍断这个视频素材呢？那第一种方式就是把你的鼠标移到这个素材的前面，等这个鼠标箭头变形之后，然后你拖动它拉到合适的位置，那这前面半段就被砍掉了啊，很简单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我们这里先 Ctrl 加 Z 撤销回去，撤销的快捷键是 Ctrl 加 Z， 也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快捷键，大家记住一定要在英文状态下的输入法，你的那些快捷键才能生效。我们再把鼠标指针移到这个第4秒，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快捷键来处理，我们用 Alt 键加左括号也能把前面半段给它裁掉。这个左括号和右括号的位置在你鼠标键盘的加号和减号的下面， Alt 键加左括号就能把这个头部裁掉。那么我们举一反三，来到后面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 Alt 加右括号就能把后面半段裁掉Ctrl 加 Z 撤销回去，后面我们暂时不需要裁。好，再来到最前端，我们把这个视频素材往前拖把最前面顶上。那这个操作也是有快捷键的，我们还是 Ctrl 加 Z 撤销回去。我们这里要先选中素材选中素材之后，然后按一下左括号，那前面它就会自动吸附上来。这里顺带说一下另外一种裁剪这个视频素材的方式你选中你的素材之后 Ctrl 加 Shift 加 D 也能把你的视频这样砍断。像我们这个 AE 的话它不像 PR 那么方便，有一个剃刀工具可以把你的视频砍成一段一段的。在 AE 里面只能用 Ctrl 加 Shift 加 D， 像这样把你的视频素材分成一段一段的。我们 Ctrl 加 Z 撤销回去。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轴面板左边这里有几个图标，我把最常用最基本的几个功能给大家讲解一下。那首先这里有一个小眼睛，如果我们把它点掉的话那这个素材它就不显示了。我们再拖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先让这个小眼睛都是点亮的，看它是有一个基本的层级关系的，上面的层会盖住下面的图层。我们把上面的这个小眼睛点掉那么上面层就不显示了。如果2层都点掉的话，那就变全黑了如果我们点一下这里的这个切换透明网格的话，也就代表这个状态是什么都没有的，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我们再切回去，把上面这个素材删掉我们只要用一个就行了。那这是一个静音与否的按钮，如果我们把它点掉的话，那么这个视频它就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那么正好我们这段素材也是只需要用这个视频画面，不需要用声音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喇叭给它点掉这是一个读显的按钮，如果你开启之后，那么所有的画面里面就只显示这个开了读写的这个素材。这个锁的话呢，就是锁住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任何的修改了。 OK 后面还有一排的按钮，我不可能这样一个个照本宣科的给你演示过去它到底是干嘛用的这么多面板这么多按钮呢，我可以讲几个小时，那你肯定听着是昏昏欲睡的。等到后面制作实战案例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点一下它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就一目了然了。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节目面板最重要的几个功能给大家讲一下。那首先这里有一个适合或者是什么12点几它就变小了，或者800它就放得很大了这样，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点一下这个节目面板，然后 Alt 加滚轮这也是可以放大的位置的，而且它会根据你的这个鼠标的位置放大的这个锚点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大部分情况下还是选择这个适合再来看这里有一个自动完整1/2、1/3、1/4，那么这个 PR 也有一个类似的功能如果你开的是完整的话，那么你这个画质是不受损的，是比较高清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把它改成低一点的比如说1/4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按空格拨一下，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就特别糊。这么糊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电脑的运算压力就会比较小， AE 就会运行的更加流畅，当然代价就是这个画质会降低不过我们不用担心这个只是影响的预览分辨率只是在预览的时候画质变差，最后输出的时候是不会影响最终品质的。那么这里到底是开完整还是1/2、1/3、1/4呢？就根据个人的电脑情况来定了。那像我们这里是就一个视频素材，什么特效都没有，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可以开完整的，然后按下空格播放起来应该也是比较流畅的
如果你配置稍微有点差的话，那就开1/2，2/1不行那就1/3，1/3还不行那就1/4。如果你开了1/4还跟我说鑫哥我电脑开了1/4还卡的不要的，那怎么办来人，为公子换电脑。那么我这里还是给大家切换到完整。接下来是第6步，创建 3D 跟踪摄像机。我们来到画面右侧，我们下拉找到这个跟踪器。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跟踪器面板的话，很简单，来到窗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跟踪器，就能找到这个面板。然后我们把时间轴指针拖到最前面，选中你的素材，来到跟踪器面板，点一下跟踪摄像机。这个时候 AE 就会开始智能的分析画面。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初始化，然后有一个分析的进度。在它分析的时候我们就耐心的等待就行了，什么都不要干千万不要手贱，你在这拖素材拖来拖去，或者画面点来点去的，可能会造成分析失败。我们这个时候耐心等待就行。解析完成之后，我们 Ctrl 加 S 保存一下，及时保存还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画面上面多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小点如果你画面上面没有这个小点的话，那么你来到这个校控键，点一下这个 3D 摄像机跟踪器就可以看到这些小点。这些小点你会发现它是紧紧的追踪在这个画面上面的，它就是 AE 根据这画面智能分析的追踪点，方便我们一会儿做追踪动画。我们先做这个左边精灵球这边的一个追踪特效吧。我们在这里找3个比较牢靠的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有的点它会一闪一闪的不怎么牢靠。我们找3个比较牢靠的，比如说这个选中它 Shift 键，再选第2个，按住 Shift 键再点第2个，那么这3个点就组成了一个平面。然后我们右击选择这个创建实底和摄像机，接着你的时间轴就多出来一个 3D 摄像机，还有一个跟踪实底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 AE 自己创建的这个图层就牢牢的贴在了这个精灵球上面，做这个追踪动画。那么一会儿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我们想要的素材。接着我们来到练习素材的文件夹，在02素材里面有一个赛博朋克素材这里我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文字特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用 C-bar 插件和 AE 的形状工具做的一个小特效在后续的课程当中我会给大家具体讲解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这节课我们只要知道它怎么用就行。我们把它拖到 AE 里面来，然后我们立马新建一个文件夹，归类一下素材。下面我们要把这个文字效果替换掉这个色块。那怎么替换呢很简单，第一步我们要先选中这个色块，然后按住 Alt 键，鼠标点选你要替换的这个素材，这个文字点 MOV， 然后我们拖动它来到下面，让你的鼠标和这个跟踪实底的这个字重合，然后左键一松手这个素材就替换上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赛博朋克的文字已经追踪到这个画面上面来了，是不是很神奇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素材它是黑底的，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完全把精灵球给它盖住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来到这个模式这里，把它改成屏幕你看它就变成了一个透明素材了，是不是很神奇？这个模式就跟我们的这个 PR 和 PS 里面那个混合模式是一样的道理对，这里如果小伙伴找不到这个模式的话，那你需要点一下这里左下角，这里有几个这个面板的开关的你把前2个给它点亮，那么就能找到这个模式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点亮前2个，第3个比较少点亮。接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赛博朋克文字特效的一个方向和位置我们来到这里，点开这里的小三角变换里面有很多的参数，我们这会儿主要是调整 X 轴旋转和 Z 轴旋转参数。先把 Z 轴直接给它改成90度，那么它就转了半圈。接着要适当调整一下 X 轴旋转的参数，让文字特效变得垂直于桌面。不过我这边已经是垂直了，就不用调了。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有可能要适当增加一下 X 轴旋转这个参数。然后我们再来到位置这里，然后调整第2个参数，往左边拖，让它往上偏一点。然后先把这个屏幕改成适合，再往上拖一点。那么缩放也要放大一点。接下来再微调一下它的位置大小左右，一般大小我们放成200左右就差不多了。OK。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赛博朋克的文字特效就追踪到画面上了。我们来看一下，预览一下，看目前这个追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让这个赛博朋克的文字特效给它旋转起来我们来到这个 Y 轴旋转这里，打开它的关键帧，然后再来到结尾，拖动这里的参数往右拖，拖得越大，那么它转的圈数就越多。或者我们直接手动输这里我直接给它输成6圈。我们来预览一下效果，这个时候它就慢慢转起来了，是不是 ？OK， 那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前面手伸过去，
按了这个开关之后，再让这些特效出来。所以我们这里还要有一个淡入淡出的动画。我们差不多在2秒钟出头左右的一点位置，然后找到这个手按下去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不透明度，打开它前面的关键帧，然后我们先把不透明度改为0%，那它就是完全透明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往右10帧，往右1帧的话，就是按我们小键盘左边这里有一个 Page Down， 按一下就往右1帧。往左的话就是按 Page Up， 按一下就往左1帧。可以通过 Page Up 和 Page Down 进行左右的微调。那我们这里要给它往右10帧，那么就是按住 Shift 加 Page Down， 那么就是往右10帧，按住 Shift 加 Page Up 就是往左10帧。我们这里还是先 Shift 加 Page Down， 往右10帧，然后给大家打一个点，然后我们把不透明度恢复成100%。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淡入淡出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手一按上去，这个效果就出来了。OK， 完美。这里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3D 开关的作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时间轴面板这里这个文字的这个 MOV 视频多了一个 3D 开关的这个图标。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文字视频拖上来，你会发现一般情况下它默认是不打开的，但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创建实体摄像机的这个方式是打开了这个 3D 开关。那有什么区别呢？这个 3D 开关有什么用呢？我们先不打开，我们把这个变换打开，会发现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位置属性它只有2个 X 轴和 Y 轴然后它的旋转的话也是只有一个，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打开了这个 3D 开关你会发现它从一个平面变成了一个立体的一个图形。位置这里除了 X 轴 Y 轴还多出了一个 Z 轴，有了一个纵深。而且你的鼠标移上来的话它也会有，比如说你鼠标旁边就多了一个 Y， 那么这个是控制你的 Y 轴的，这个是控制你的 X 轴，这里控制你的纵深的一个 Z 轴。方向的话也多了你看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平面很立体的一个东西，而且还多出了 X 轴旋转 Y 轴旋转 Z 轴旋转。这个就是 3D 开关的一个作用性，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例来学习到这个知识点。好，我们还是回归到案例的制作把这个删掉，这个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用的。那我们进入第7步，跟踪屏幕。接着还是和这个赛博朋克文字特效差不多的一个流程，我们先把这个界面缩小一下，选中这个电脑桌面，来到效果空间找不到效果空间的话，在窗口这里点击效果空间就行了。我们再点击这个 3D 摄像机追踪器，可以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就又都回来了。这次我们再追踪一下这个电脑桌面，我们找几个追踪效果比较好的点，比较牢靠的点，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大部分点都比较牢靠。那我们这次直接鼠标放到这儿之后划一个圈，框选这一片素材，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又多了一个圆盘，这个圆盘就是你追踪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右击继续创建实体，我们先预览一下这个追踪的效果如何。感觉还行，这个追踪的话应该还是比较牢靠的。那我们下面调整一下这个色块的大小，让它完全盖住这个屏幕，还是来到变换里面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参数，让它居中，然后缩放大一点，让它跟屏幕差不多大。 OK， 那么还是老规矩，来到项目这里替换这个素材，还记得怎么替换吗？再考一下大家刚才操作还记得吗？ OK， 我们说一下首先你要先选中你的素材，然后按住 Alt 键拉动你要替换的素材，打到这儿之后两个一重合，然后一松手 OK， 这个效果就贴上来了但是现在这样肯定还是要经过一些调整的。我们再来到变换里面，先把它这个缩放给它放小一点，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因为我们苹果电脑这个屏幕它不是16:9的，就会导致无论我们怎么调，它一定是上下或者两边都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全弥补上去的。那怎么办也很简单。那我们首先我们要保证上下两边是完全填充满了，千万不要出现空隙一有空隙就穿帮了。我们先通过缩放保证上下两边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可能还得配合一下你这个位置确保你这上下两边都是顶着的，这样差不多上下两边就都顶好了。然后我们把两边多出来的这个穿帮的地方给它裁剪掉怎么裁剪呢？可以通过这里的这个矩形工具我先这样随便比划一下画一下蒙版这样就裁好了Ctrl+Z 撤销一下。但是裁的时候呢因为看不着两边，所以我们这里先把这个透明度降低一点方便我们观察
啊，差不多这样。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矩形工具啊，点一下它，然后这里有个矩形工具，然后我们来画一下这个边啊，上面可以多画一点白金，主要是左侧的这个给它贴牢了。OK， 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把不透明度给它改回去，那这么一个屏幕效果就大致的追踪好了啊。但是还有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你看这个上面啊，明显就有一点小问题，对不对？啊，相信大家在做的时候也一定会和我一样啊，比如说左上角或者右上角有一些不那么牢靠的地方，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对它进行一些微调。我们可以把缩放给它再放大一点点。如果我们直接鼠标拖动这个数值的话，它幅度变化会比较大啊。但是如果我们按住 Ctrl 键再来拖动这个数值的话，它就是很小幅度的一个调整啊。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我们进行一些微调。先把它整体放大一些，然后你还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这里的 Z 轴，你看啊，这样的话就有助于让你把这个屏幕给它完全的贴合上啊。我看一下，我这里好像不怎么用调就贴合上了。反正大家记住，一般你把缩放和 Z 轴旋转啊适量的调整之后，就可以让这个屏幕像我这样啊贴的比较完美了。我们播放一下，预览一下效果。那像这样的一个追踪效果就还不错，基本上是可以以假乱真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要点要注意一下，就是回头如果你拍自己的电脑桌面来做这个练习作业的话啊，一定不要选颜色单一的电脑桌面，追踪点会比较少。比如说像这样的雪景的壁纸啊，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 AE 看了肯定是不高兴的。回头你高高兴兴拍完，拖到 AE 里面发现，哦吼，追踪失败啊，那你的心情也会和你的壁纸一样。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案例的本身，这个还没有结束啊，我们也要像这个赛博朋克特效一样，给它加一个淡入淡出的一个效果，而且我们要加快一下我们的讲课进度，该用快捷键的地方我也要教大家开始用快捷键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选中这个文字素材，按一下快捷键 U， 在英文状态下输入法按 U 啊，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关键帧的点。那我们给它不透明度这里啊，我们选中这两个点，框选一下 ，Ctrl 加 C 复制一下，然后再来到我们选中我们这个粒子流啊，也是时间轴指针放到同样的这个起始位置，然后按一下这个不透明度的快捷键 T， 然后刚才你不是 Ctrl 加 C 复制的这个关键帧嘛，然后选中你的粒子流 Ctrl 加 V 啊，粘贴一下啊，那么你的这个粒子流这个黑客帝国的一个特效啊，它也有了一个淡入淡出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哎，这样就比较方便了，你做一次特效，后面就可以复制粘贴。好，不只是这些特效，我在作业集大礼包里面还给大家额外准备了一些赛博朋克特效素材。我们找到这个其他附赠素材，随便拖一个进来，比如说这个箭头吧。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文字选中它，按住 L 键再拖动上面的，跑到这儿来啊，左键一松手，你看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么一个箭头的特效。我们预览一下啊，然后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微调，缩放啊、大小啊、位置的属性自己去调一下。又或者是这个，我们拖进来看一下啊，这次我们把屏幕换掉，然后给它改成模式，给它改成屏幕。像这样，大家也可以自行 DIY， 自行设计一下自己的作业。那还有这种视频素材这个入侵数据库也挺高科技的，也挺酷炫的一个效果。我们拉进来看一下，来看这个效果，感觉比那个黑客帝国的还要帅，有没有 ？OK，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案例本身啊，我们Ctrl加Z撤销回去，继续做这个正常的案例。第8步，科技界面制作。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这样的一个科幻界面了，这一步还是非常让人激动人心的，有没有？不过我们目前还是一个 AE 小白，目前肯定是没有能力做出这么酷炫的一个页面了。这种页面的制作要点，我会在后面的课程再给大家具体解析。虽然我们现在还不会做，但是有句话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在这个02素材里面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模板，这是一个赛博朋克科幻界面的一个模板。我们打开这个 Preview 这个预览的视频看一下这是一个我找了很久，非常非常好用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模板。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特别多好用的特效像这种界面都是可以拖到我们的这个 AE 里面像刚才一样的步骤，我用 Alt 键替换一下它就变成我的了，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很帅？那我们赶紧进入这个正式的演示，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使用吧。我们再次来到这个电脑桌面，点击它，然后来到效果空间，点击 3D 摄像机这些密密麻麻小点就又都出现了。接着我们要用它再新建一个实体
不过在新建之前，我们先把这个粒子流的这个特效给它点一下这个小眼睛，给它不显示，不然它一会儿会干扰到我们的操作。我们来到这儿3D 相机点一下，选一些比较牢靠的点，这么框选一下，鼠标在这儿画个圈，然后看一下这个差不多就比较是贴合上了。然后我们右击创建实底，这应该也是轻车熟路的步骤。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实底的位置和缩放缩放的话是快键是 S， 选中它，在英文状态下输入法按 S， 调整一下大小。然后位置的快键是 P， 我们按住 Shift 键加 P， 那么可以把这两个位置和缩放这两个属性同时给它调开，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让这个屏幕大致的贴合就行了。我们可以预览一下，看看它贴合的紧不紧密。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OK， 接下来有一步很关键的步骤我们选中它之后，按快键 Ctrl 加 Shift 加 C， 新建一个预合成，这个类似于 PR 里面的一个嵌套就是相当于新建一个合成。我们给它命名一下，这个叫做前屏幕。这里选择第一个选项，其他的设置跟我一样即可。点击确定，然后我们双击一下进入这个屏幕，给它填充一些科技感的界面。在作业素材文件夹，我们找到这个02素材模板，这里有一个作业版的工程文件，我们把它拖到我们的 AE 里面来。这是我已经初步处理好的一个工程文件，然后在这个项目面板一松手，这个模板就被导进来了。如果你弹出这个解析字体错误的这个弹窗的话，不用管它一般我们用模板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但是直接点确定无视即可。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刚才导入的模板，这里面有非常多好用的这些科技界面素材一会儿我们都可以用 Alt 键替换素材的方式把它换成我们的东西。关于 AE 模板的使用要点，我会在第2节课和第4节课各留一个板块专门来讲解这个知识点。改模板的技巧和注意要点还是挺多的，我现在一股脑的都给大家讲出来的话，大家肯定也记不住。后续我们还会有实战案例来配合讲解，饭要一口一口吃。这节课我就只讲解最基本的一些模板修改要点，大家一起先把这个赛博朋克案例做好吧。我们来到之前做好的这个前屏幕的合成，在上方我们刚刚导入的这个 AE 模板文件夹里面有一个作业版前屏幕，然后把它拖到我们合成的最上方，选中它，按快键 S， 在英文状态下输入法，然后我们把这个缩放给它往左拖拉小一点，差不多给它调到 70%。 我们可以拖动时间轴预览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就是我给大家准备好的一个这个 AE 工程文件模板。我们可以双击一下进入这个合成里面，这里面就是很多的一些小的 AE 模板进行一些排列组合，最后就达到了我们这么一个科幻界面的一个效果。当然你要是对我目前这个排列组合的这个设计不满意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点开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随便拖一些你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些效果进来但是我建议你们还是先用我给你们准备好的模板，先把这个操作练熟悉了再去尝试自己的 DIY。 我们可以压 Z 撤销一下，回到这个前屏幕，选中这个跟踪实底层，把它的小眼睛戳瞎，点一下它，这样它就不显示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赛博朋克案例可以看一下目前这么一个科幻界面它也被替换上来了但是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它的尺寸是不太对的，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调整。先把这个前屏幕的缩放给它设置成500，然后拖动我们位置属性的 Z 轴，也就是第3个数值，给它往左拖让它有一种从屏幕里面呼出来的这种感觉，大概在4500左右就行。然后位置属性的 Y 轴也可以适当的往上拖一点点。我们来预览一下目前的这个效果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手还没有来按这个按钮的时候，我们这个动画就出现了是不是？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动画出现的时间点。我们双击进入这个前屏幕，把这个作业版前屏幕往后拖，大概拖到2秒出头的位置在这么一个位置就差不多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赛博朋克案例，再来播放一下看看。真不错，这个追踪效果真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模板里面的照片和文字都替换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版本。我们双击一下前屏幕，再继续双击这个作业版前屏幕，在这里找到这个中间合成，继续双击进去，找到这个24号素材，继续双击，这里有一个 Photo Holder 的这个图层，继续双击进去，
这个图层就是给我们替换照片用的。在作业文件夹的02素材，这里面有一个照片，这里有一张我提前拍好的证件照，怪不好意思啊，照片都是照片。我们把这个照片素材拖入我们的 AE， 把它拖到这个 Photo Holder 的这个合成里面。因为我们这个照片像素非常高啊，分辨率特别大啊，所以我们要选中它，按一下快键 S， 把缩放属性调出来，然后把它拉小一点，差不多拉到 16%， 然后再选中这个图片，按一下快键 P， 换出它的位置属性。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啊，因为我之前已经调整过了，我这里就直接输参数了。X 轴是291， Y 轴443。接着选中下面的这个图层，把它的小眼睛点一下啊，给它戳瞎。OK， 如果你用模板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被锁定了，那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小锁，给它解锁就行了，这样你就能把这个显示给它关掉了。再回到我们的总合成，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如果你羞于露脸的话，可以把这个照片换成你的微信头像或者 QQ 头像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接下来要改一下这个模板里面的文字，继续双击这个前屏幕进去，再次双击，再双击这个中间合成，双击这个11号素材，鼠标滚轮往下翻，找到这个18号图层，鼠标移动到上方，双击一下这个文字，就可以直接改字了。再选中这个第15号素材，鼠标移到上方，双击一下，Ctrl加A 全选，也可以直接改字。选中这个第9号素材，再来到这儿双击一下，可以把这里的名字也改一下，改成什么尼古拉斯赵四啊、法外狂徒张三啊都是可以的。回到最外面的总合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文字也都改过来了，是不是？我们还要改一下最上方的这个文字，继续进入前屏幕，作业版前屏幕，双击这个第8号素材，选中这个第2号素材，鼠标移到上方，双击一下它，Ctrl加A 全选，改成你想要的文字。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这个文字还是不够帅气，我们给它换一个字体，在作业机大礼包里面04字体，这里有个联盟正锐黑体，我们双击一下就可以安装它。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就不重复演示了。安装完之后，你需要把你的 AE Ctrl加S 保存一下，然后关掉，再重新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加载这个字体了。选中我们这个图层 Ctrl加A 全选，然后来到这里啊，一个个翻，找到我们这个联盟正锐黑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打字啊，输入这个联盟啊，再选中它，那么这个字体就加载上来了。还是 Ctrl加A 全选一下，我们把这个字号给它放大一点，差不多在70的字号啊，这样就差不多了。我们回到总合成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效果。我们先选中这个粒子流素材，把这个小眼睛点一下，给它恢复一下啊，接下来就需要用到它了。来播放看一下，那么这么一个非常酷炫的赛博朋克特效啊，就快要完成了，还差最后一个小步，那就是添加音效。在作业文件夹03音效，这里有个赛博朋克合成版音频，我们把它拖到 AE 里面来，将它拖入时间轴，然后把它拖到1秒开头一点点的位置，让这个音乐和手部的动作也卡上一定的节奏，那么这样一个酷炫的赛博朋克特效就基本完成了。这里顺带一说，这个合成版的音频也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给大家调试出来的。可以看一下这个 PR 界面，我就在 PR 里面通过这些小的科幻音效啊，像这样的这种小的科幻音效，一个个的排列组合和测试，最终得出了这么一个合成版的音频。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费时费力，非常痛苦的。大家直接用我给的这个合成版的音频就行了啊，就由我来替大家承受这份痛苦吧。那么现在这个案例我们也就做的差不多了，我们还差最后一步，导出视频。AE 导出视频的快键和 PR 都是一样的，在英文状态下输入法按 Ctrl 加 M， 在输出模块点一下这个无损，格式我们选择 QuickTime， 格式选项点一下，视频编解码器点一下，我们选择动画，确定，确定。输出到这里可以更改你的输出位置，我们一般把它放在桌面。都设置好后，我们点击渲染就可以导出啦。不过 AE 自带的这个渲染器其实渲染效果挺一般的，
导出的视频体积又大又容易卡，而且 Windows 自带那个播放器还播不了，你必须要去下一个别的播放器才能播放这个视频。所以我更推荐大家点击这里的用 Media Encoder 来导出，这样就会呼出这个 Media Encoder 的界面。当然前提是你要先去安装一下 Media Encoder， 并且保证它和 AE 是同一个版本，都安装在 C 盘的默认位置，才能实现联动。在这个界面我们点击这里，稍等一下，这个预设选择高比特率，这里可以更改你的输出位置，把它放到桌面。其他的默认点击确定，再点击这里的小三角就可以导出视频啦。好了，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要点啦。不要把 AE 想得太难，看到 AE 就畏难。我现在一节课就教会了你一个特效小视频，你已经算是初步入门了。依葫芦画瓢，举一反三，手机拍下自己的电脑桌面，你也能做出自己的特效视频来。本节课的作业就是用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的素材，模仿着做出一个自己的赛博朋克特效视频来，是不是还是熟悉的感觉，熟悉的配方？最后做个下集预告，情人节电子相册制作，我们将进一步学习 AE 追踪器的知识点。强大的追踪运动可以让我们轻松的把照片追踪到各类场景的视频素材上，以假乱真，天衣无缝。另外，我还给大家额外整理了20个精品电子相册模板，包含生日聚会、毕业纪念、情人节表白等等各类场景。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模板的使用可以让你迅速做出大升级的 AE 作品，对于小白学习 AE 的信心建立和兴趣提升有着显著的效果。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有趣实用的案例也是本套课程的亮点之一。好了，我们下节课见，拜拜。